公司上市当天，妻子故意找茬，说我拖公司的后腿，要我把新产品的研发权交给他的白月光。我不怒反笑，直接把自己在团队中的首席位置都让给白月光，语重心长道：搞研发多辛苦啊，我直接让你做首席。一时间，在场同事都露出震惊的神色，还以为我是被气疯了。可没人知道，能让产品成型的最终材料成分复杂，且只有我会做。离了我，辛苦研发了1年的产品也只是一堆垃圾，而妻子的公司还要承担所有的损失，面临巨额赔偿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怀旭公司能在今天上市，也有你的一份功劳，快站到我身边来，和我一起。只见姜时月满面笑容地向沈怀旭招了招手，沈怀旭也向他快步走去，二人亲密地共我一把剪刀，完成了剪彩仪式的最后一项内容。所有的同事都簇拥着他们，纷纷鼓掌称好，这可真是个好兆头啊！姜总和小沈一起剪彩，也意味着要一起带领公司走向更远的天地呢。我们快进公司吧，庆祝蛋糕也等着你们一起切呢。看着公司门前这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，我只觉得双目刺痛，不禁攥紧了手里的胸针。今天原本是公司上市的日子，我一大早便开始忙碌准备。客车刚开到公司门口，妻子姜时月便说自己的胸针落在家里忘拿了，让我再回去一趟。他的事我向来很放在心上，也希望他以最佳的状态出席今天的剪彩仪式。于是我二话不说便调转了车头，回去帮他找胸针。可现在当我看到沈怀旭站在原本应该属于我的位置上，我才了然，忘拿胸针只不过是姜时月的一个借口罢了，就是为了把我支开，好与沈怀旭共享这份荣誉与喜悦。就连原定的仪式时间都提前了半个小时。沈怀旭转头的瞬间，似乎是看到了我，故作惊讶道：谦哥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刚刚到处找不到你，所以我们就先开始了，真是对不住啊。说着还假装不知所措地将手中的剪刀放到一边，脸上的挑衅却是丝毫不减。沈怀旭明明是个入职不到2个月的新人，只因为曾经是姜时月的初恋，仗着姜时月放不下他，会一次次给他撑腰，便总是这般肆无忌惮地挑衅我。姜时月看着我，毫不留情地斥责道：宋谦，这么重要的日子都能迟到，难道要大家都站着等你一个人吗？就知道拖公司的后腿。既然你什么都不好，不如把手里新产品的研发权交给怀旭好了。这个产品可是和国内外的公司联合进行的，免得在你手上又弄出什么岔子。明明是夏天，可姜时月说出的话却是这样令人心寒，让我周身血液都被冻住。想当初，姜时月说自己想要开公司，我毫不犹豫放弃自己大好的事业，拿出全部的积蓄陪他从零做起。姜时月的能力根本不足以运营一家公司，我肩负起所有的重担，任劳任怨，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可沈怀旭不过是陪着他出席了几次会议，便毫不费力地摘掉了我所有的功劳，就连他参加的那几个会议都是用了我做好的方案，不过是照着念一遍罢了。现在想想，姜时月还真是无情。走到今天，他把我们之间最后一点夫妻情分也给消耗殆尽了。我麻木地点了下头，淡淡道：行，我让。沈怀旭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，嘴上推辞说：算了吧，我就是个新人而已，国内外的产品研发
这我哪里够格呀？只是听说谦哥好像研发这个产品快1年了，还没定型，我也想帮帮忙，出份力罢了。姜时月温柔地拍了拍沈怀旭的肩膀：“怀旭，你不要妄自菲薄，你可是国外留学回来的高材生，专业对口，谁都没有你够格。”听着姜时月的话，我差点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我知道沈怀旭其实毫无本事，而所谓的留学生头衔，也不过是花钱买了个学历罢了。也就姜时月把他当个宝。姜时月安慰好了沈怀旭，对着我就是一顿贬低。宋谦，这产品研发搞了这么久，我都没看到最终成绩，还不是因为你能力不够，什么都做不好。我没开除你就不错了，你有时间多向怀旭学学，少给我添麻烦。我在心中默叹了口气。姜时月或许忘了，从前公司的每一项事宜他都要过问我一遍，什么都仰仗着我。如今公司步入正轨了，让他产生了自己好像无所不能的错觉，便想着怎么把我一脚踹开。耳边姜时月还在喋喋不休，唾沫星子都快飞出来了。我深呼吸了一口气，径直朝着沈怀旭走去。周围同事的目光在我们之间徘徊，一脸吃瓜的表情，好像料定了下一秒我会和沈怀旭拳脚相向。可我却在他面前停住了脚步，甚至面带微笑，从包里拿出了我在团队中担任首席位置的工牌，往沈怀旭手里一塞，语重心长道：“搞研发多累啊，我直接让你做首席。”一瞬间，刚刚还等着吃瓜的同事都露出震惊的神色，还以为我是被气疯了。毕竟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产品耗费了我太多的心血，甚至连团队都是我精心训练过的。姜时月看着沈怀旭手里的工牌，声音顿时沉了几分：“宋谦，你这又是几个意思？真是奇怪。”我竟然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一丝不悦。我白让沈怀旭捡了个大便宜，他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！什么好处都让沈怀旭占尽，为他扫除一切阻碍，这不是姜时月最想要的吗？沈怀旭紧紧攥住手里的工牌，好像怕我抢回去一样。他把贪婪的目光从工牌上收回，为难地看向我道：“谦哥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，才把首席的位置让给我呀？你可千万别误会啊！小月只是想让我过去给你帮帮忙，也是为了公司好，而且我绝对没有要取代你的意思。这个工牌我不能要。”说着，沈怀旭便伸出了手，要把工牌还给我，可他动作缓慢得像蜗牛，明显就是舍不得这块肥肉。我和善地笑了笑，把他的手推回去。怎么会呢？我没生气，你可是留学回来的人才，当然得把最好的给你呀。姜时月狐疑地看了我一眼，可我面上却没有丝毫的不快，他也只能瘪了瘪嘴，道：“怀旭，给你就拿着，不用觉得不好意思，反正是他自愿的，我们又没逼迫他。”沈怀旭谦虚地向我连声道谢，得意的神色却是溢于言表。我在心里笑了笑，其实能让产品成型的最终材料，前2天刚被我做了出来，但成分复杂，除了我，没有第2个人可以复刻。况且沈怀旭还不知道，他这个首席可不是好当的。首席是团队的核心人物，同时也意味着要承担所有的责任。而那件辛苦研发了1年的产品，离了我也只是一堆垃圾而已。一旦沈怀旭拿不出东西，姜时月的公司就要承担所有的损失，面临巨额赔偿。姜时月见我没有说话，又把首席都让了出来，似乎是有些过意不去。他咳嗽了2声，别扭地说：“行了，宋谦，别站这里了，外面热死了。快点进公司，准备一起切庆祝蛋糕吧。”
姜时月扬了扬下巴，像是给了我什么天大的恩赐一般，我差点被气笑了。剪彩仪式都故意把我排除在外，一个破蛋糕就想打发我，真是有病。况且一想到要和姜时月共拿一把刀具，我便没来由的觉得恶心。我正要开口，沈怀旭忽然道：“是啊，谦哥，你先进去吃蛋糕吧。外面刚刚剪彩的时候撒了好多彩带，我留在这打扫一下。”说完，沈怀旭便做作的拿来扫帚和簸箕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。我差点忘了，原本他俩是要一块切蛋糕的。沈怀旭是在卖惨，想看看自己在姜时月心目中的地位。果然，姜时月心疼的一把夺过沈怀旭手里的扫把，娇嗔道：“怀旭，你这手可是要做精细活的，可千万别磕着碰着了。这种脏活怎么能让你来干呢？”说着，姜时月直接将扫把扔到我面前，嫌弃道：“宋谦，把这里打扫干净再进公司，否则中午的聚餐你也别想来了。”我看着倒在我脚边的扫把，不禁在心中一阵冷笑。姜时月总是这样，打一巴掌，再给个甜枣。从前在公司，我的任务总是被安排得满满的，聚餐这种事也从来没我的份。现在他是在施舍我吗？真是令人作呕。沈怀旭拿着簸箕放下来的时候，故意往我这边一崴，沾着鼻涕的纸掉在了我的鞋面上。他捂了下嘴，做作道：“抱歉啊，谦哥，我没拿稳。”我没说话，只是缓缓把手伸向打扫工具。沈怀旭越发得意，嘴角止不住的上扬，假装客气，实则炫耀的开口道：“谦哥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这里就麻烦你了。等我和小月切好了蛋糕，你啊……”沈怀旭后半句话还未说完，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扭曲，惊呼一声。我将簸箕里的垃圾悉数倒在了他头上，勾了勾唇角，嘲讽道：“垃圾就应该和垃圾待在一起，这样才干净。”沈怀旭急得跳脚，一身量身定做的西服都灰扑扑的。姜时月也傻了，愣愣地看着我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一边帮沈怀旭拍掉衣服上沾到的污秽，一边对着我大骂道：“宋谦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嫉妒怀旭比你有能力，就故意针对他。”我一副无所谓的态度，冷笑：“少往脸上贴金了，我嫉妒一个垃圾做什么？还有，少对我指手画脚，你还不配。”姜时月气得脸通红，还想说些什么，我已经潇洒地转身离开了。我沿着小路走着，打算散散心，平复一下心情。不知不觉间，竟然走到了一家咖啡店前。我看着店牌，一时有些愣神，情不自禁的就进去买了一杯咖啡。这家店是我和姜时月初次见面的地方。大一的时候，社团里一个学长过生日，请社员们喝咖啡。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，性格有些内向，敏感自卑，但又不想驳了大家的面子，便还是硬着头皮参加了。大家纷纷为学长送上价格不菲的生日礼物，我攥紧了手里的布包，里面是妈妈亲手制作的几瓶牛肉酱，但在这里却显得格格不入。我掩饰性地喝了一杯咖啡，惊讶道：“怎么这么苦啊？”此言一出，顿时引起周围人的一阵哄笑，嘲笑我没喝过咖啡，说我土。就在我羞得无地自容时，姜时月站了起来，帮我往咖啡里加了奶和糖，还训斥了嘲笑我的人：“这么大惊小怪做什么？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喝纯咖啡呀，个人口味不同罢了。”我知道他是在帮我说话，维护我的面子。而在走出咖啡店后，姜时月注意到了我没有送出去的礼物，主动询问。我不好意思地把牛肉酱拿出来，他
他却毫不嫌弃地开了一瓶，夸赞说很好吃。他告诉我各种咖啡的味道，还问我今天那杯咖啡喝得习不习惯。其实加了奶和糖的咖啡还是苦，但我心里却是甜的。我没告诉他，点头说好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姜时月是我同专业的学妹，她从大山里走出来，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这所学校。或许是经历相似，我们之间生出一丝惺惺相惜的情愫，逐渐熟络起来。而姜时月身上的自信与从容，使我总忍不住想要靠近他，就像冬日里忍受够了寒冷的人想要靠近太阳一般。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，我喜欢上了他，难以自拔地深陷其中。我鼓起勇气，想在校运会上向他表白，可偏偏出了意外。姜时月因为低血糖在跑道上晕倒，我将他送到医务室，匆匆丢下口袋里随身放着的糖果，跑去小卖部给他买水。可回来时却被沈怀旭冒领了功劳，还趁机向姜时月表白。看着姜时月一脸幸福的样子，我只能默默退出，以朋友的身份陪着他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沈怀旭对他根本不是真心的，没过多久便和他提了分手。沈怀旭说自己的父母都在国外，只是拿姜时月做消遣玩玩而已，还说自己根本瞧不上他这种穷人。分手后，沈怀旭回了国外，姜时月却得了严重的抑郁症。那样开朗的一个人，整天浑浑噩噩，再也没有笑过。是我陪着他治疗，守着他，努力逗他开心，他才一点点好起来。我们在一起后，他也向我承诺，这辈子只爱我一个。我努力帮他创办的公司也蒸蒸日上，原以为我们会这样携手相伴到老。可当沈怀旭因为父母公司破产，在国外混不下去，再次出现在姜时月的眼前时，姜时月再一次慌了神，看向沈怀旭的目光中总是带着凄婉与怜惜，甚至为了帮助沈怀旭，直接让他空降进了自己的公司，免除了面试和能力考核的环节。明明曾经被沈怀旭伤的那样深，姜时月却这般轻易原谅了他。而且公司对入职的新人向来要求严格，这还是他自己定下的规矩，却肯为了沈怀旭一次次破例。想到这儿，我不禁深深叹了口气。或许我早就应该明白的，姜时月从来都没有放下过沈怀旭，他心里的位置也从未为我腾干净。太拥挤了，我也不想要他了。正当我准备离开时，耳边突然响起了姜时月的声音：宋谦，你刚刚不是硬气吗？还甩脸色给我看，有本事现在别站餐厅楼下等着呀！我回头看到姜时月和沈怀旭站在我身后，后面是一群同事。我忽然想起，这家咖啡店的楼上确实有一家餐厅，还真是晦气，怎么在哪都能碰到。沈怀旭拉了拉姜时月的衣袖，假装为我说话：小月，谦哥肯定是知道错了，特地在这里等你，想跟你道歉呢。你不是习惯用餐前喝咖啡吗？你看，谦哥手里那杯估计是给你买的吧。沈怀旭朝我走近2步，道：谦哥，你快把咖啡给小月，和我们一起吃饭吧。我看出沈怀旭是故意的，就是为了彰显自己对姜时月的了解，好挑衅我。说实话，挺无聊的。姜时月不屑地看了我一眼，催促道：既然怀旭都替你说话了，还傻愣在外面做什么？可别以为你买杯咖啡就能……姜时月说着，便我伸出了手，等着我把咖啡递给他。我看了一眼店门外的垃圾桶，随手将咖啡扔了进去。我不耐烦地说道：别自恋，不是给你的，实在想喝，
让沈怀旭给你买去啊。说完，我顺手拦了一辆出租车，一骑绝尘。身后传来姜时月歇斯底里的呼喊声。回到家，还没坐下多久，门便被人一脚踹开了。姜时月气冲冲地闯进来，眼睛红得像是淬了血，大骂道：“宋谦，你今天是吃错药了吗？处处跟我作对，还让我在手下员工面前抬不起头来。”沈怀旭跟在姜时月的身后，忙劝阻道：“谦哥，今天确实是你的不对，小月是女孩子，最要脸面了，是不是因为我和小月走得太近，让你不高兴了呀？我们真的只是朋友而已，我不想影响你们的感情，我还是走吧。”沈怀旭缓慢地向门口挪动脚步，明显就是不想走。姜时月一把抓住他，温柔道：“怀旭，你别走，这和你没关系。”转而又对着我恶语相向：“宋谦，你也太小肚鸡肠了，你要是还这样，我们就离婚吧。”姜时月见我没有立即回答，还以为我又妥协了呢，得意地挑了挑眉。毕竟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拿离婚来威胁我了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我想大约是半年前，沈怀旭回来的时候，几乎每次我和姜时月爆发大的争吵，也是因为他，而每次姜时月都会提出离婚。那时我爱他如命，离婚二字于我而言充满了危机感，我害怕他真的会离开我，所以只能次次向他低头，求他原谅我。可姜时月还真是蠢啊，他难道不懂这样做只会把爱他的人越推越远吗？就像现在一样，我被他弄得遍体鳞伤以后，再听到这两个字，内心竟毫无波澜，甚至有一种如释负重的感觉。离婚不乏为一个摆脱姜时月的好办法，我也能开始自己的新生活。似乎是我的脸色太难看，姜时月还以为我是被伤到了，高傲地开口道：“也不是真的要跟你离婚，只要你像怀旭。”我直截了当地打断道：“你别说了，我同意离婚。”姜时月不可置信地睁大了双眼，张了张嘴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沈怀旭连忙道：“而且就算你再怎么闹脾气，也不能拿离婚开玩笑啊！”沈怀旭话音刚落，我便把一份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书甩到姜时月的脸上，道：“我没开玩笑，这是离婚协议书，签了吧？”直到此刻，姜时月才意识到我是认真的。他咬了咬牙，指着我道：“宋谦，你真有种，签就签，谁后悔谁是狗。”沈怀旭一把抢过离婚协议书，忙道：“小月，消消气。”又看着我说：“谦哥，你至少要为自己的前途想一想。现在和小月离婚，你以后怎么办呢？”我明白，沈怀旭是在故意贬低我，让我觉得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来自姜时月。也只有这样，我才会继续留在公司，累死累活地为他们卖命。姜时月也得意道：“宋谦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，离开我的公司，像你这种一无是处的人，还有谁会要你啊？就连你引以为傲的产品研发，也已经给怀旭接手了。”沈怀旭假装谦虚道：“管几个人，我还是可以的。小月，你到时候就坐等着收钱好了。”二人正得意着呢，姜时月的手机忽然响了。姜时月拿出手机，向我挑了挑眉：“瞧瞧，国外的负责人给我打电话了，照这个速度，我都能开上分公司了。”他炫耀般的特地开了个免提，只听见对方冷声道：“麻烦你立刻到总部来一趟，这里有份500万的赔偿金，希望你赶快汇款，不要耽误我们时间。”什么500万？你们搞错了吧？姜时月懵了，拿着手机的手抖了又抖，像得了帕金森。可不等他说完，对方便已经挂掉了电话。
姜时月忽然看向我，目光冷寒，怒不可遏道：“宋谦，你是不是在背后搞的鬼？这个产品的研发明明是稳赚不亏的，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”我只是笑笑，摆了摆手道：“想太多了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只不过这个产品每过一段时间便会进行一次检查，没有突破的话，首席是要负全责的。今天是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了。”姜时月还想说些什么，可时间不等人。姜时月紧紧抓住沈怀旭的手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，焦急道：“怀旭，我现在只能指望你了，我们快去研发总部吧，别耽误时间了。”二人顾不上其他，匆匆离开。我关上门，是难得的安静。我想起从这个产品研发开始，每个月姜时月的公司都能得到大笔的进账，这都是靠我的努力得来的。可姜时月却做着美梦，觉得这活谁都能干。我勾了勾唇角，500万的赔偿，这才只是个开始呢。再过1周便要拿出成品了，不知道到时候姜时月还能不能赔得起。但这些都和我没有关系了，我也懒得管它。我坐在电脑前整理了一下资料，靠着已经研发出来的产品，还有这些年累积的人脉资金，我打算自己开家公司，不再受制于任何人。准备好了一切后，我躺到了卧室的床上。在姜时月的公司里，连年的工作劳累至极，我已经很久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。我舒服地翻了个身，一个人睡大床，真是自在。第二天天不亮的时候，我便听到了震耳欲聋的敲门声。我不耐烦地打开门，抬眸间发现竟然又是姜时月，还真是不让人清静。我根本没打算让他进来，准备关门之际，姜时月已经挤进了屋内，甚至极其自然地往沙发上一坐，对着我冷冷质问道：“宋谦，家里门锁的密码怎么换了？”我无语地皱了皱眉，直言道：“姜时月，给我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！”姜时月气得眼睛猩红，厉声怒骂道：“宋谦，你脑子被驴踢了吗？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！识相点，给我滚回公司去！快点把产品弄出来，别想着半路丢手不干！”看着姜时月这副自以为是的样子，我不禁气笑了。我揉了揉眉心，冷冷提醒道：“姜时月，你是不是忘了我已经辞职了？而且现在首席又不是我，关我屁事！你找沈怀旭去啊，他不是无所不能吗？”姜时月错开我的目光，一时间脸上有些尴尬。我看得出来，沈怀旭应该是被留在研发总部了，研发进行的并不顺利，不然姜时月也不会来找我。恰好此时，沈怀旭打来了电话，电话中的声音透着难以掩饰的激动：“喂，小月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刚刚做出了产品的成型，问题都被我解决了，你就别担心了。”姜时月挂断手机后，更是连装都不装一下了，把头抬得老高，活像个打鸣的公鸡，又恢复了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撅了撅嘴道：“宋谦，我刚刚不过是在考验你，大发慈悲给你一次机会罢了，没想到你竟然这般不识好歹。罢了，反正现在公司已经有像怀旭这样的天才了，你回不回来都一样。”我无所谓地笑了笑，同时也清楚以沈怀旭的水准，大约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。因为这个产品的最终材料成分复杂，确实是有不少相契合的。光是我在做的时候，就研究出了10几种，最后是通过一次次实验排除，才确定了唯一正确的材料成分。沈怀旭如此武断行事，只怕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。算了，姜时月现在已经完全沉浸在要赚大钱的美梦之中了，就算我提醒他，
他也不会相信的。想到这，我索性对姜时月下了逐客令：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就别待在这里碍事了。姜时月神色愠怒地站起了身，拿手指着我的鼻子，大呼小叫道：行，既然已经离婚了，那你就给我滚出去。我平静地走进储物间，拿出了早已经收拾好的姜时月的行李，一股脑地全扔出了门外，冷冷开口道：姜时月，这里是我家，要滚的人应该是你。姜时月的眉头越皱越紧，我这话可不假，当初因为心疼姜时月开公司要花钱的地方多，家里的一切开销都是我承担的，就连房子都是我买的，房产证上还写着我的名呢，想白嫖我的房子，门都没有。姜时月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我关在了门外。透过监控，我看到他站在门外无能狂怒。姜时月发泄了一会儿，只能蹲下身捡起被扔了一地的东西。他拖着好几个行李箱，今天穿的又是高跟鞋，走得跌跌撞撞，像是人类刚学会驯服四肢一般，简直给我看乐了。时间过得飞快，1周后，我精心准备去参加一个商业晚会，准备为我的新公司拉投资。我刚进会场，便迎面撞上了姜时月和沈怀旭。沈怀旭见到我后，朝我热情地打招呼：宋谦，还真是好久不见啊。沈怀旭故意晃了晃手中的香槟，展示出手指上戴着的婚戒。姜时月也拉住了沈怀旭的手，语气骄傲地对我道：宋谦，我和怀旭下个月就要订婚了，你会祝福我们的吧？姜时月注视着我，嘴角勾起一抹似有似无的笑。他这个表情我可太熟悉了，以前每我和沈怀旭为了他争风吃醋时，他便是这般。怎么现在还玩这种把戏？可现在的我早已经不在乎他了，我丝毫不在意姜时月炫耀的话语，甚至向沈怀旭碰了碰杯，大度地说道：恭喜啊，你们2个终于破镜重圆了。末了，我还不忘提醒姜时月，对了，离婚协议书你还没给我呢，快点给沈怀旭一个名分吧，就别让他做小三了。沈怀旭被我羞辱了一番，脸上露出难看神色，却也不好反驳什么。姜时月却出乎意料的没有生气，甚至面上有些得意。他从包包里拿出离婚协议书，甩到我面前，说：我早就签好了，正愁没时间给你呢，既然在这碰到了，你就顺便拿走吧，也把你的心思好好收一收，以后就别再缠着我了。我可不想让怀旭误会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姜时月是以为我吃醋了，甚至是因为后悔了，放不下他，一路跟他跟到了晚会上。我不悦地皱了皱眉，姜时月想的还挺多，未免也太自恋了。我平静地说道：我参加今天的晚会是来向 A 公司的李总拉投资合作的。一瞬间，姜时月像是听了个好玩的笑话，笑弯了腰，捂住肚子，嘲讽道：宋谦，你可别逗了，还拉投资？我可没听说最近有什么公司任用你啊。沈怀旭也立马跟着附和道：宋谦，我不知道你这样困难的，你不用不好意思，也不要打肿脸充胖子，毕竟你照顾了小月这么多年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借你点钱还是可以的。我想小月也一定不忍心看你忍饥挨饿吧。姜时月瞪了我一眼，满脸嫌弃地开口说：谁舍不得他呀？怀旭，也就是你心肠太好，才总是被他欺负。宋谦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同情，我巴不得他天天睡大街才好。二人一唱一和，以羞辱我为乐。说实话，挺低级的。我转头的瞬间，正好看到了公司的李总。我不想在这里跟他们费口舌，正打算离开，姜时月却先一步道：宋谦，
看到没？那就是李总。不过你应该不认识吧？看我怎么戳穿你！”江时月向李总的方向走了几步，殷勤地打了声招呼。因为江时月的公司名义上还承担着国内外联合研发的那个产品项目，所有李总认识他，客气地回应了一下。江时月脸上的得意更加难以掩饰，对李总道：“李总，您还不知道吧？我今天在晚会上遇到个说大话的，竟然还妄想要您给他投资呢。”江时月后面说的话，李总一句都没有理睬。而在见到我后，李总的表情立马变得惊喜起来，热情地和我握了一下手，夸赞道：“小宋，可算找到你了。你上回说的那个方案，我觉得可行度非常高，我们细聊一下吧。”刹那间，江时月的眼睛瞪得像铜铃，整个人都傻了，完全破防，问道：“李总，您怎么会认识宋谦？难不成您真的要给他投资吗？可是宋谦已经被我开除了呀，您就算要投资，也应该投资我们公司。”李总是商业精英，一向最讨厌说大话的人，他不喜地看向江时月，冷冷道：“小宋已经准备自己开公司了，而且我投资谁是我的自由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”江时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愣神地看着我，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李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道：“小宋，我们去贵宾室好好聊一下工作的吧，那里安静，也没人打扰。”我点点头，好。说完，便和李总一同往楼上的贵宾室走去。拉到了投资后，我如释负重地走了出来，发现江时月还没有离开会场。见我出来了，他立马也走到我面前，大放厥词：“宋谦，你有什么好嘚瑟的？怀旭做出来的新产品，马上就能给我的公司带来巨大收益了。一个李总而已，我根本就不稀罕。”江时月正吹嘘呢，忽然过来了几个人，将他和沈怀旭团团围住。我认出来，这些人都是产品研发团队的，分别是其他5家公司的负责人。其中一人抓住江时月的胳膊，说：“可算是找到你们了，现在产品出了问题，整个生产线都崩了，还有一堆滞留品。你们公司是要对造成的损失负全责的，所有的赔偿金都得由你们来出。”闻言，我也震惊地皱了一下眉。沈怀旭最多就做出了个产品雏形，离正式的投入生产明明至少还有半个月的时间。沈怀旭竟然自大到不做检查，直接利用首席的权力投入生产。江时月迟疑地开口问道：“怎么会这样？你们说的赔偿金是多少？”其中的一个负责人回答道：“初步估计是5000万。”再加上……江时月还没有听完，突然两眼向上一翻，直直地往地上一栽，竟然被吓晕了过去。现场有人喊了救护车过来，把江时月送到了医院。这毕竟是我待过的团队，而我原本也打算和其他成员共享成果的，因为虽然核心材料是我完成的，但也少不了大家的共同努力。于是我和团队的其他人一起去了医院，他们还等着江时月给一个交代。大约1个小时后，江时月悠悠转醒。沈怀旭见江时月睁开了眼睛，立马献殷勤，给他递去一杯水：“小月，你终于醒了，真是吓死我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”沈怀旭脸上挂着担忧的表情，就差把水喂到他嘴里了。是啊，毕竟这一大笔赔偿金他可赔不起，还等着江时月这个冤大头呢。江时月看到沈怀旭，眼中闪过一丝迟疑，没有去接他递过来的水。江时月强撑着坐起身，摇摇晃晃，重心不稳。我看出来他低血糖犯了，我下意识地摸了下口袋，掏出1块糖，
我和姜时月都愣了一下，我轻轻皱眉，这该死的习惯。算了，1块糖而已，估计他也不会要。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姜时月竟然收下了糖，预料中的讥讽也并没有到来。我只听见他很小声地说了一句：“谢谢。”真是见鬼了！我都有些怀疑面前的姜时月是不是被夺舍了。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有礼貌了？许是见我看向他的眼神有些怪，姜时月偏开头去，傲娇道：“宋谦，别以为给我块糖，我就会原谅你了。”姜时月嘴上这么说着，手上的动作已将糖纸撕开，把糖扔进了嘴里。但他吃下糖以后，表情竟然变得有些奇怪，微微蜷曲的手指更是抓紧了病床上的被子，洁白的被子被他抓住了几道深浅不一的褶皱。我不禁嘲讽道：“我又没在糖里下毒，我是没用的。”姜时月没有说话，下一秒，他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，似乎是很久没见姜时月哭过了。他这副样子，我也属实是吓了一跳。1块糖而已，至于吗？沈怀旭抽了2张纸巾，想帮他把眼泪擦干。小月，你怎么了？好端端的，怎么哭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可面对沈怀旭关心的话语，姜时月却丝毫没有给他好脸色看，甚至嫌恶般的避开了沈怀旭手中的纸巾。别碰我！姜时月仰头看向我，像发了疯一般的重复问道：“宋谦，糖是哪来的？我问你，糖是哪里来的？”我不明白姜时月此刻激动的情绪是因为什么，只是淡淡的回答他：“自己做的，因为我喜甜，所以自己也会做一些甜品，巧克力、糖果都不在话下。”但姜时月口味偏重，喜欢吃辣的东西，和他在一起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做过甜品了。只是最近得了空，我才重拾起做甜品的这个爱好。姜时月愣愣地看着我，眼中染着一丝哀伤。他虽然在看我，我却觉得他的思绪像飘去了很远的地方。姜时月无力地低下了头，盯着被子上被他拽出来的褶痕，听不出情绪地问道：“沈怀旭，大一的运动会，我晕倒的时候，真的是你把我送到医务室的吗？”沈怀旭脸上闪过一丝心虚：“是我呀。”好端端的，你提那么久远的事干什么？姜时月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是吗？你说你去小卖部买的糖，和宋谦刚刚给我的糖是一个味道。”沈怀旭慌了，想去拉姜时月的手。“小月，你听我解释。”姜时月抄起一个枕头，狠狠往沈怀旭的脸上砸去。“滚！你给我滚！我不想看见你！”沈怀旭悻悻地离开了病房。姜时月依旧垂着头，喃喃道：“难怪当年我找遍了所有的店，都没有找到这种包装的糖果，我早该想到的。”我默默叹了口气。姜时月知道真相了，他脸上还挂着泪痕，再次看向我时，眼中竟是少见的温柔。姜时月说：“宋谦，校运会那天很热，医务室也离操场很远，你抱着我一定走了很久吧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”我平静地看着病床上的姜时月，淡淡道：“现在说这些做什么？我早就已经不记得了。”姜时月抹了一把泪，固执地说道：“你骗人，你撒谎，怎么可能不记得呢？”“是啊，我撒谎了。我永远记得那天的太阳有多大，风也赶不走热意。”我抱着姜时月跑得飞快，心脏跳个不停，是从未有过的担忧。可我买完水匆匆赶来时，又看见了什么呢？不是什么好的回忆。不想也罢。我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姜时月，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团队的其他负责人还等着见你，我只是来告诉你一声。”说完，
我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病房。回去以后，我拿出了自己已经做好的产品，及时挽救了其余几家合作公司濒临破产的危机。但姜时月依旧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，需要承担已经造成的损失，他也因此背上了高额的债务。姜时月原本打算靠着自己的公司再苦苦支撑一会儿，却没想到沈怀旭因为见从姜时月这里捞不到好处，偷偷卷走了公司所有的钱，而拿了钱后，沈怀旭便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直接加速了姜时月公司的破产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纷纷扰扰，我却静下心来，终于成立了自己的公司。剪彩仪式上，我向祝贺的人一一道谢，抬眸间竟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。我假装没有看见，仪式结束后便快步离开，身后的人却一直跟着我。我终于忍不住停下脚步，回头说道：“姜时月，别再跟着我了，如果你想让我帮你还债，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”姜时月走上前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，他慌乱地摇了摇头，解释道：“不是的，宋谦，我不是来找你帮我还债的，债务我会自己想办法，我只是想跟你道个歉，对不起。”我微微怔住，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姜时月竟然也会低头认错，可一句对不起根本弥补不了他对我的伤害。见我没有说话，姜时月又道：“宋谦，是我没听你的劝阻，误把沈怀旭那个混蛋当好人，也是我从一开始就爱错了人。直接你拿出那颗糖，我才知道自己这么多年唯一爱过的人只有你。宋谦，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”姜时月一直紧紧攥着我的手，我无情地将他的手扒开，冷声道：“姜时月，太迟了，我也已经不爱你了，别做那些没有的事。”姜时月一个劲地向我道歉，直到我转身离开，还能听见他不死心地说道：“宋谦，以前都是你对我好，现在换我，我也可以的，我一定会等你回头。”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我知道姜时月这个人一向执着，即使是撞了南墙，也要撞得头破血流才肯回头。无所谓了，随他去吧。姜时月开始天天在公司楼下蹲守我，大张旗鼓地向我表达爱意，又是爱心便当，又是送花，可我都视而不见。一天晚上，我加班很晚，下楼准备回家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了。黑暗中，姜时月坐在楼下的自动贩卖机旁，打着瞌睡。听见动静后，立马站起身，把手里的咖啡递给我，道：“宋谦，你下班了，这是我给你买的咖啡，喝了提提神吧，加奶加糖，不苦的。”我看着姜时月举到半空的咖啡，突然开口道：“姜时月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特别讨厌喝咖啡，也不喜欢吃辣，相反，我喜欢甜食。”姜时月的手抖了抖，咖啡瞬间落在地上，奶灰色的液体溅了一地。姜时月无措地瘫坐在了地上，泣不成声。我走了，没有多说一句话，他也应该明白了，我从前的一切喜好都是为了迁就他，而他亲手杀死了最爱他宋谦。从这天起，姜时月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。不久后，我便收到了姜时月的死讯，他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一直暗地里调查沈怀旭的行踪。万念俱灰之下，选择了与他同归于尽。姜时月的尸体被警方发现，他的母亲从大山里赶过来，哭成了泪人。我想起我和姜时月在一起时，他的母亲经常给我打电话，无微不至地关心我，还给我寄了不少土特产。对这个老人，我真的恨不起来。我将他和自己的母亲一起接到城市里，当作亲生母亲一般照顾，
还帮忙安排了姜时月的葬礼。我从不否认曾经深爱过姜时月，只是那样的他封存在我的记忆里，和我的青春一样，永世不悔。阳光长久地照在这片土地上，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，我们向阳而生，前途是一片光明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